根据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意境、我们的境界，我们有另外一种表示方法才行。我觉得音乐本身还是给人听的，不是给人看的。好，今天这个非常高兴，我们能邀请到我国著名，不是应该说我国了，也是世界著名的了，指挥家，也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汤姆海大师。今天非常非常高兴，这次能够邀请到汤姆海大师呢，能够跟我们苏州民族管弦乐团有这样一个合作。其实汤姆海大师呢，对于我来说呢，我在上学的时候其实就是我超级的偶像了。因为当时我在指挥系嘛，在上音的时候呢，我就经常偷偷去看汤老师排练上海的这个当时在上海的一些乐团合作，包括青年交响乐团、上音的学生乐团。后来我3年级转到北京以后呢，又跟着看那个汤老师在中国青年交响乐团，刚好那时候你要带他们去欧洲巡演，我还记得其中那时候我看你排练的是那个拉赫玛尼诺夫的第2交响乐应该我还没有记错。那时候后来又看了你在排那个中央音乐学院的那个少年交响乐团，然后带他们去欧洲，你看我都记得很清楚。对，从这方面说的话，我追您的这个排练也是很多次了，也是那时候作为一个学生来说，也是在您的排练当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对您也是一直非常的仰慕和尊敬。这次我们新的乐团呢，刚刚今年又是5周年，刚刚要届满5周年之际呢，能把您请来，其实对我和我们的团员以及对我们整个的这个团队来说，都是一种令人非常高兴开心的事情。正因为这个汤姆海先生呢，在这个世界各地各个乐团都有过非常成功的这样一个合作的这个经验，尤其是大量的这个经历的演出了很多的交响乐和歌剧。这个时候呢，又能为我们中国的民族管弦乐也是给予您的这样的支持和您的一种理念，我觉得这对我们也是一种非常宝贵的财富。所以今天呢，就想跟汤大师好好的轻松的聊一聊，看看您的观点。我们就从今天的这场音乐会开始谈起，就是这场音乐会的曲目，您是怎么设想有这样一个非常不一样的、非常令人期待的？虽然跟很多民族乐团合作，但是到苏州民族管弦乐团是第一次。特别有彭老师在，其实是非常愉快的，差不多像回家一样。虽然是第一次，当然民族乐团有自己的保留曲目。我呢和很多团合作的过以后特别期望的是能够做一点自己的贡献。就是民族音乐它怎么往前发展，怎么重新走上。甚至有改革创新，这个很重要。展望未来，使它真的屹立于世界之林，文化自信，是吧？这个，我这个人呢，民族的意识还是非常强的，因为出国之前洋化之前我是完全是和中国的民族音乐是揉在一起的。我参过军，当过工人。在音乐学院上学也是开门办学，或者是上山下乡，这都是很熟的。什么采风什么是吧？我30岁才出国，所以我其实根基是在中国打的，包括做人，是吧？以后呢，经受了严格的40年的世界经典音乐的锤炼，那这个感受就特别的深。对，就是回头来看民族音乐，我们过去做过的，和现在在做的，有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所以呢，就很想这就是在全国也是非常走在前面的这个苏州民族管弦乐团，就想呢做一些自己有意义的工作。那这样子呢，有一个项目，主要的就是那个《大地之歌》，是我已经在管弦乐队上，在世界上做过很多次，然后回到国家来呢，跟中国乐队自己做的时候。我就本来就有意识的想做的特别一些，我加进了民乐器，比如说第一次跟浙江省交响乐团访问欧洲，我加了5、6个民族乐器。那时候就那是已经10年前了。然后呢，后来带着这个深圳交响乐团到华盛顿，我加了10几个民族乐器了，就是我越加越多。这本来是初试锋芒，是吧？慢慢的觉得，因为主要就很有意思在哪里主要是马勒他在遥远的天边，他这个心里对东方音乐的向往，他怎么可以
来模仿。来意念这个意念这种东西，他从来没来过，不像马可波罗还来了，还带了个面回去。这个，或者是匈奴来过，带了什么胡琴啊什么，是吧？这一切呢，在我的心目当中，就像像神话般的神圣啊。对。但是我想呢，我们能不能现在用全套的民族乐器啊，干脆来实现他心里所向往的？对。这当然有很多困难，因为它是按西方管弦乐队编制的。虽然它采用了音调，他想象中的一些乐器的音色，你比如说他的中乐章用了 Mandarin， 就差不多他就在想琵琶的东方的东西，弹拨乐的东西，对，弹拨乐的东西，还有古琴的东西。对呀，那我就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尝试的直接用算了啊？你这个想法太棒了。然后呢，我就跟小李子是我的很好朋友，我就说我们来试试看吧，对吧？我有前面10来年的准备了啊，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就得到彭总的答应，还有团里的大家的许可，我们就把这个作为主要的。当然我们选择3段最容易的，对，其他3段有一点难，这个我们积累这一次经验，再做然后把完全的拿出来，是吧？然后向世界报告我们的成果。对，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好像是做的实实在在的啊，这一步跨出去。然后呢，从这个意念上出发呢，我们突然是另一个想法，就是在歌剧方面的。这个民族歌剧啊，就是所谓原创的，现在也是大家都在风起云涌的搞。那我自己也参加了3、4个。这个包括这个马可波罗呀，什么小河淌水啊，或者是什么，都是感觉到呢有一些问题要摸索的，甚至可以有一些具体的，可以在音乐会上用某种方式，比如说比较难的就是语言和音乐的关系，这个中文呢。它因为不是像拉丁字母这样拼出来的，是有这个问题，出来都是意思。对，那么听上去是太直白了。太直白了。对。这个直白呢，怎么跟音乐来结合是最好的办法呢？这个是，百思不得其解。好像不用试验的办法是不行的。对。你又动不动一个句了，已经写出来了，就那样了，你就努力去做吧。那我就想呢，用一种吟唱的办法。吟述，述说的述啊，吟唱，或者甚至是说唱，或者唱，对。但是我们意义的唱，它不一定是 bel canto 什么，但是你不要玩这个，知道吧？对。我们玩的是古人，李白他一定会唱，对。但是怎么唱的我们是不知道了。当然，现在虽然有一些电视节目里头有这个，但是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音律肯定是不准的啊！说在我们今天的耳朵听是，那么我们在幻想古人怎么把他的诗吟出来的，对不对？我估计他那个你刚才说的那个唱吟之间就是音乐的东西，就是音乐的，他那个东西就在了，对。至于当初是什么事儿，我们只能现在尝试，只能想象。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传统音乐的尊敬和传承。我们在这方面呢，我做一些试验呢，将来有利于在做歌剧的时候啊，对，就可以把有更多的元素，更多也许能找到一个更适合中国的这样一个中国歌剧。对了，我觉得好像也不应该强调民族歌剧，因为民族太大了，就中国歌剧，区别于西方的，西洋的洋歌剧，对吧？根据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意境、我们的境界，我们有另外一种表示方式才行。那么我们当然用了是一般还是常用的音乐手段啊，我们并没有搞了很多乱敲乱打的啊，什么也并不是要猎奇，就按我们音乐的陈述方式这样做，那么这就造成了这个第一个作品啊。我女儿然后拉的小提琴《梁祝》，那是大家都熟悉的，是吧？对。最后我们用的是张昭的这个七彩之河，当时用了当中的4段，5段，5段。那么
凑成了整个的音乐会。我自己觉得琳琅满目，刺激性很大。对，风格也挑战性很大，挑战很大。我自己也很开心。对，因为我们搞音乐也是为我们自己，是吧？对，首先音乐能感动自己，自己喜欢，你才会去很好的把这场节目把它，你要带一个热情，这样观众才会能感受到你的热情和你的喜欢。对了，非常受启发。尤其您刚才说到歌剧方面的东西，我呢，其实在很多年前也尝试过做中国歌，我就不叫民族歌剧，就叫中国歌剧，叫这个《莫高窟》。当时就是觉得中文这个唱词一出来，这个曲子无论写的多好听，我是用的民族管乐队，对，它就太直白了。对，我一直没有遇到问题在哪，你今天也点醒了我。这个也是真是从中学到了。然后呢，这个通过之前的合作呢，就是说对我们乐团这个您还愉快吗？在这儿？哦，那是，你的孩子们非常的可爱，这是我也短信里写给你的。对。认真不说，严谨，这一切都是，而且熟练的掌握乐器，对，是吧？他们很熟悉，而且呢，自己有自己的听，这也是得天独厚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单位只有排练一个地方，然后演出另外一个地方，这个马上就有很多问题，是吧？对。在这儿呢，是像在家里一样的话呢，是，这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呢，整个团呢。很意气风发吧，就是完成任务，那个大家心很齐哦。对。所以，声部的分配也非常的平均，大家的能力啊都相匹配，是吧？你有很多团，一会儿这声部不行，那或者是就是不平衡，有时候不平衡，有时候不好调，鉴于一些机制也好，体制也好，这不好协调。规模很大，属于比较大型的编制。所以在这您应该能感受到很自由，创造艺术不会给你很多的束缚。对，而且这个也不会限制你的时间。对了，气氛也气氛也非常好。还有你建设的这个经理部门呢，也是，哎呀，大家都很尽职。对，每个这个在全国的各单位里头算强的，非常算是比较幸运一点的。对，可能还是刚刚成立吧。对。还有我们就后边你看楼上还有很多琴房，他们指挥有些什么东西要求他们达不到的，他们不会说到点下班了回家了，不会的，他们还会回到琴房，晚上还会到琴房来练习。哎呀，真是！是我们从一开始就给大家养成了这样一种好的习惯。对，所以说每个人都会觉得因为自己的没有完成好会自责的，会不好意思。我在每场音乐会完了以后，他们有个别声部，尤其是领奏没有发挥很好，或者是突踢的时候，所以出了一点点小的问题，他们都给我专门到我办公室给我道歉，还会给我发信息道歉。有的这作风就对了，所以这个作风就非常好，非常的这个积极，正能量。在友情当中，在激情当中，还有这个很正规的管理办法和好的作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现在，这也是现在大多数乐团还比较缺的啊。